今天电影狗仔咪就为大家深入布解一下，哪部电影有望成为今年的票房冠军。让我们先从去年的马来西亚最卖座的贺岁电影说起，那就是梁志强的《钱不够用3》。钱不够用系列前2部都取得不错的票房和口碑，整个新马电影市场也因为这一系列而焕发新生。特别是第1集，它标志着新马电影的崛起，而第2集不止在故事情节上更胜一筹，口碑也极佳。因此，当第3集在春节档上映时，自然吸引了大量粉丝前来观看。凭借着出色的制作和口碑，它成功突破了2000万马币的票房大关。好，今年梁志强导演也带来他的新作品AI 拼才会赢。这部电影邀请了莫小玲加盟，大家可能都知道，莫小玲称因和梁志强导演公司产生了争执而被踢出了梁家班。此后他的片约大减，虽然在新市拍了几部连续剧，但最终还是陷入了无戏可拍的境地。如今梁志强导演和莫小玲冰释前嫌，莫小玲不只加入了他的电影项目，还在《钱不够用3》中亮相。这一集中他甚至还扮演着一个机器人，成为了影片中的重要角色。卖一个卖鲍鱼，卖一个卖鲍鱼。而 AI 拼才会赢也在贺岁档期上映，并在马来西亚抢占了大年初一的首映时机。然而，要复制《钱不够用3》的成功，老实说确实有点难了。毕竟《钱不够用》系列是靠口碑还有累积的人气才取得如此的佳绩的。而且《钱不够用3》还迎来了梁志强、李国煌、辉哥的再度联手，人气上早已占据优势。尽管如此 ，AI 拼才会赢也并非没有看点。梁志强导演的电影品质一直都不错，观众对他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期待，但 AI 题材可能相对新颖度不足，因为类似的真人扮演机器人的搞笑情节在其他的电影中已经屡见不鲜了，如早期的香港电影《铁甲无敌玛利亚》以及 DVB 拍摄的《智能爱人》都有机器人的桥段。因此 AI 拼才会赢要想在票房中取得突破，就需要在搞笑元素上展现出独特性，以符合新加坡市场的口味。虽然它可能无法像《钱不够用3》那样的吸引眼球，但我们依然期待它能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各位，我哋生存嘅價值係乜嘢？让我们探讨一下另外一部电影，既由林德龙投资，并携手香港知名影星曾志伟、欧阳震华以及草蜢乐队的苏志威主演的《半斤百两》。这部电影延续了之前的《发财联盟》还有《扑克王者》的喜剧风格，同时还邀请了本地的网红团 Steady Game 参与拍摄。回顾上一部作品《扑克王者》在马来西亚的贺岁档期取得了超过700万的票房佳绩，拥有了相当数量的支持者。只要林德龙的作品保持一定的水准，再加上他的人气以及香港影星的加盟，理应能够再次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事实上，上一部的作品已经取得了票房第2的好成绩。若非受到了某些因素的影响，林德龙的电影完全有可能成为去年的贺岁档冠军。贺岁片的吸引力在于能够吸引大量的观众走进影院，而口碑则成为了影片能否继续热映的关键。通常，影片上映的前2个星期，观众会因为新鲜感而涌入影院，而之后则更多的依赖于口碑来决定是否继续支持该影片。因此，争取上映初期的高票房对于影片的成功至关重要。我相信他新片能够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至于影片的数字如何，那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如果说林德龙的电影是因为和 Astro 合作关系，或者是因为他带领了自己的粉丝以及香港粉丝走进影院的话，那么这无疑为他的电影增添了一份额外的助力。毕竟大品牌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品牌效应在这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阿森拉萨。但係呢段時間電影，接下來我們要講述的是關於 Oh My God 阿媽有喜的電影。這個電影故事自然是更偏向於家庭的題材。電影請來了香港知名演員嚴詠儀以及本地著名的 DJ 陳峰來共同出演這部影片。陳峰在本地可是非常出名的 DJ， 他主持的情感電台節目至今仍然深受觀眾的喜愛。每個星期五，他的節目都會有很多的素人參加，幫助他們解決情感上的困擾。再加上嚴
连咏仪的加盟，这部电影无疑吸引了大量的他的粉丝，还有喜欢陈峰的听众，还有一些年纪稍长的观众前来支持。这样的组合应该能起下不错的票房成绩，但可能不会特别高。我认为这部电影的票房可能会在林德龙的电影之下。我预测的票房范围大概是在200万到500万之间。至于林德龙的电影，可能也难超越过700万。毕竟现在的电影市场竞争太激烈了，票房被众多影片所瓜分。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看看这2部电影最终能取得怎样的票房成绩。老婆，我俾一定。阿婆你識夠？呢隻鴨講起發債。你話如果我喺度啊，仲打到佢哋變屎餅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守护者》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初2，也就是1月30号上映，比其他的电影晚了1天。这是一部警匪片，配合了本地演员的参与。以市场的气势来看呢，这部电影可能会吸引那些喜欢警匪题材的观众以及马来观众的支持。然而，尽管是马来演员的加入，但这部电影要取得很好的票房成绩，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马来人的观影习惯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市场上同类型的电影也很多。对于华人观众来说，他们在新年期间呢，更喜欢看轻松搞笑的电影，而不是枪战片。不过，马来人在华人新年期间也有假期，他们也有可能会去电影院看电影。这部电影是专门为马来市场拍摄的，虽然题材独特，但除非电影本身的素质非常高，否则我不太认为它能取得很高的票房。因此，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守护者》这部电影能否在市场上取得不错的表现。我要他死！备好了吗？准备了吗？不要乱跑，等这里扑到你自己。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新年奇迹号》这部电影，由阿牛、陈庆祥主演。这部电影是新马合拍的，汇集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演员。这是阿牛阔别影坛5年后再次拍摄的作品。由于是新马投资，制作方自然会注重主角的人气。阿牛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拥有广泛的人气，同时在中国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这部电影不只有望在新年期间取得票房佳绩，还有借此机会呢打入了中国市场。然而在春节期间，阿牛主演的电影可能面临了一些竞争。尽管亲自参与演出，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林德龙的《半斤8两》。《半斤8两》已经瞄准了香港市场，而《新年奇迹号》则对准了中国市场。至于2部电影最终会取得怎样的成绩，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期待了他们精彩的表现，并拭目以待最终的票房结果。我都跟你们讲了，事情不是你们看到的跟所想象的咯。喂，姑姐。豬啊，呢幾日你得唔得閒翻嚟睇下你老豆啊？寄你回家。我呢度仲有好多場戲要拍喎。另外一部作品是《我愛 KTV》，这可以说是一部相对小众的电影。它是王雪晶首次主演的电影作品，作为贺岁片推出。不过这部电影在吸引力方面可能稍显不足，其故事情节和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呢有些相似，但《新喜剧之王》呢是在中国拍摄的，拥有一定的人气基础。相比之下，我爱 KTV 在马来西亚拍摄可能会面临观众共鸣度不高的问题。尽管这部电影获得了政府强制上映的支持 ，Skin Wajib Dayang， 但其上映的时间被安排在初9，这也可能对其票房表现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阿女啊，你唔好聽佢講啊，老豆不知幾健康，你俾心機啲拍戲嚇，做個女主角翻嚟嚇。通常一啲好做嘅生意咧，都會越嚟越多人做，搞到最後就越做越。另外一部引人注目的电影就是《我要做个有钱人》，由张继聪领衔主演。这是一部完全在本地取景拍摄的本土电影。在春节档期间，在以钱为主题的电影往往能吸引不少关注，而这部电影显然捕捉了这一点，从片名就可以感受它的吸引力。尽管我目前对电影的具体情节还不甚了解，但钱这一主题无疑非常契合春节档的气氛。张继聪作为主演，他以其独特的魅力和风格，可以说是另外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演员，类似黄子华。后者经过了多年努力才取得了如今的成绩。当然，张继聪也是要经历一定的磨练和成长，但我并不怀疑他的演技。
然而，在电影中担任主角，尤其是拍摄一部以票房为导向的商业片，对演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张继聪可能还需要在某些方面进一步的精进，以达到更加完美的演绎。至于我要做个有钱人的票房预测，我认为它可能会在50万到200万之间的波动。具体数字则难以确定，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期待这部电影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同时，刚才我提的另外一部电影《我爱 Kelly 费》，虽然它可能相对小众，但我们同样希望它能找到自己的观众群体，在市场上取得一席地位。講咗幾廿萬次啊！就算真係打啊，都將嗰啲假牙眼鏡除晒出嚟先啦！你身上做咩假啊？攞埋出嚟先啦！今年我们还迎来了几部香港电影，其中一部是由古天乐投资的天下艺公司出品的《临时决斗》。这部电影讲述了临时决斗的故事，但遗憾的是，即使是香港电影，近年来的逐渐失去了网络的吸引力。而且《临时决斗》有2位相对新晋的演员王丹妮还有周秀娜领衔主演，对于马来西亚观众来说，可能缺乏了足够的吸引力。因此，我预测这部电影呢，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在初一上映时的票房，可能在50万到200万之间。阿爺話要打麻雀，有冇人有興趣？我嚟啊，我嚟啊！賭幾大？另外一部以赌博为主题的电影就是《想赌必赢》，由张继聪和阿 sa 蔡卓妍领衔主演，但同样呢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对于港片来说，它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新鲜感，甚至让人有些遗忘。如果让我在今年的贺岁片选择，我可能会更倾向于本地的贺岁片。香港这2部贺岁片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势，我预测他们的票房也都在50万到200万之间。三姊妹都溝多條新仔喎，唔好講咁多，即刻帶翻嚟見我。再来看一下，就是 TVB 秦星出演的《麻雀女王追男仔》，这是一部由王晶监制的搞笑电影，题材应景。虽然王晶的电影并非全都是烂片，但数字也参差不齐。对于这部电影，我同样预测票房是在50万到200万之间。然后说到了中国电影，也是有2部值得期待的。在春节期间，也就是大年初一，有2部电影会上映，分别是《封神》第2部以及《唐人街探案1900年》。这样一来，中国的贺岁片其实总共有6部，但是在马来西亚大年初一上映的只有这2部。至于大年初9的电影，目前还没有宣布。这2部电影的名气都是相当大，《封神》第2部在中国取得非常高的票房，尽管在本地上映时反响平平，但相信很多人已经在网上看过这部电影了，并且应该会喜欢它。这部电影的制作规模宏大，第2部更是如此，所以我对此也期待已久。然而，考虑到马来西亚对中国电影以往的接受程度呢，我预测它的票房在马来西亚可能很难有大的突破，大约是在50万到200万人级之间。在马来西亚，即使中国电影在中国取得很高的票房，在这里通常也只是表现平平。本地的院线呢，往往会把中国的电影安排在比较小的影厅，对于这样的大制作来说，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另一部电影呢，就是《唐人街暗探1900》，电影非常有名，但它真正带火的可能是它的连续剧，因此本地已经有很多家庭呢开始转看中国的连续剧了。再加上王宝强和刘亦然的领衔主演，以及周润发的客串演出，这部电影备受瞩目。作为喜剧片，我相信它能吸引观众走进里面。我预测它的票房应该是在100万到300万零级之间，甚至更高。但同样的，这也取决于电影院的院线分配。在马来西亚的院线通常会优先安排本地的电影以及香港电影，然后才是中国电影。所以中国电影能分到的排片并不多。如果能达到300万零级的票房了，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以上是我对本地电影还有即将上映的中国电影的预测。当然还有中国电影尚未上映，让我们拭目以待。然后2月14号还有一部漫威的电影，即美国队长系列新作《美国队长新世界》。对于这部电影呢，预测起来相当困难了。不过就今年的整体电影观感而言呢，由于竞争异常的激烈，我认为去年呢可以拿到2000万的票房纪录呢，今年是没有办法达到了。毕竟呢，众多的影片都在争夺了这片春节票房的蛋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
我坚信今年的票房最高的可能就是林德龙主演的电影，其票房呢有望在500万到700万之间，而最低的票房则可能会跌破50万。来到最后呢，我要提到另外一部电影，叫做《哈哈哈新年喜戏》。这部电影是本地投资，由姜浩文主演。老实说，作为演员的姜浩文一直备受我们看好，但当他担任主角时，我总觉得他缺少一些主角的魅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多部电影中有出色的表现。这次他在本地呢较有名气的轩轩呢共同出演这部电影，和我要成为有钱人等作品的风格大同小异，都是本地制作，并邀请了外地演员加盟。他的直接竞争对手呢就是 Oh My God 阿妈有喜了。甚至这部电影能否成为今年的票房黑马，我认为其票房可能是在50万到200万之间。当然，这还是要等影片上映后才做观察。电影市场呢总是充满变数了，黑马随时可能出现的，因此我们也希望这些优秀的电影能够得到应有的支持了。期待黑马能脱颖而出了，就像10多年前的《天天好天》和《一路有你》那样，他们以黑马的姿态呢创造了1700万的票房。但是今年的黑马会是谁呢？最后一部我要讲的电影呢就是《关你茶事》。这部由低清呢联合李国煌呢拍摄的这部电影呢，算是今年的贺岁片呢一支黑马。因为低清呢网红呢他们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取得很高的这个人气，所以他们拍电影的话呢，这部电影呢可能会成为今年的黑马，甚至可能超越林德龙的电影。但是我们呢就真的非常的期待了。好，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随着新年的临近呢，大家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年的电影盛宴呢？至于我个人呢，我最想看的电影还是《封神》第2部，毕竟呢上一集呢让我看得热血沸腾，而第2集呢我们已经等了将近1年半的时间了，所以我会首先呢支持一下《封神》的电影。攻下面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